大家好，我是阿康。好，那今天的话是我们前置作业的最后一集哈。这个做完的话，我们就后面就是开始真的是真的在做 MV 这东西哈。那今天的话就是先带大家讲一下可能 A 的快捷键啊，然后我们会改一下这个界面，这个界面有点丑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个资料夹模板，可能有些人一开始说什么是资料夹模板，对，你们等等用完就知道，很方便，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量化一下工作跟整理素材哦，整体最后一个前置作业的收尾哈。那我马上开始吧。好，首先先讲一下快捷键哈。快捷键这个东西，如果你有经验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先跳过哈。我应该会标个 time code 之类的。如果你想要一次跟完的话也可以哈。我们就来开始吧。我们先创一个 comp 哈，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图案，点一下。它就可以创一个 comp， 然后呢，我们直接 OK。有些人画面可能不是长这样，它是长这样啊，黑色。对，那这个点下去它就是透明。我们选这个形状图层，这样拉一个圆哈 ，OK 好。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好了 ，P， 我们按 P 对这个图层这样选取，按 P 哈，再按一次就关掉，再按一次就打开。好，我们先拉到最一开始的时间轴，然后呢点个关键帧，然后到可能2秒这边，我们再往右边拉哈。所以呢，你看它就会长这样，它就会动了哈 ，OK 好。我们把它删掉。P 就是这个开头后 position，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好 S 是 scale 是缩放意思哈，我们这样点，一样到这边给它放大哈 ，OK 你看它就会放大哈，然后顺带一提，它的放大是根据这颗东西，有没有看到？它叫锚点，它会跟着锚点中心来往外放大哈。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先拉到最前面哈，我们选这个锚点选取工具，我们把它拉，我们把它到边边哦，那它就是从这个中心往外扩散，它会长这样。发现它是这样往下长，好，我们不明显的话，我们再试一次，我们把它移到下面，好，就这样往上涨。好，那这个就是 scale 哈 ，OK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哈 rotation 哈，一样，我们这个打一个关键字按 R， 然后这边旋转，那它也是一样，就根据你这个锚点哈，你就可以这样旋转。OK， 好，最后一个是这个 T 是这个透明度哈，这个原本预设都是180，我们把它调成0。看它就会长这样，就慢慢淡出后。那目前的话，这几个算是比较常遇到的东西。那当然还有我们额外再讲一个后，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叫 A 就是 anchor point。anchor point 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一颗圆的大小的位置哈。好，这样调你可以想说，不是位移嘛？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它不会动，但是呢，整个形状都有在动。像你看嘛，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换用 P 的话，它是整个东西跟这个锚点会一起动哈。对，那主要是具体来说是这样哈，它有点像是一个 anchor point， 有点像是一个相对位置。好，那快捷键大概就是这些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个东西，就是剪裁。我们稍微拉一下哈。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动画前2秒是没东西的，然后到后2秒这个图层出现，它就开始拨这个东西往右边跑哈。我们键盘这边有一个 Enter 的嘛，还有一个方框哈，左方框、右方框，点一下它就吸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那个提示。点到这边右方框，它就有点像是对齐到这边左方框，这边再按左方框，对，它会吸到这个对应位置哈。还有一个呢，它是这样 ，Alt 加左方框，然后它会裁到刚好这边哈，然后这边就一样 Alt 加右方框，它就这样裁哈。好，那还有一种就是 Ctrl Shift 加D， 它就会这样上下裁剪。OK， 好，我觉得可能你们头已经昏了，我不管，反正你们就多看几遍吧。还有很多快捷键操作，但我觉得，你会我刚刚前面讲这个旋转，然后缩放什么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轨道，其实已经很够了。再讲一个就是空白键播放，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如何制定快捷键哦。你会想说有必要吗？对，有必要。我自己还蛮喜欢就是设定一个东西，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在这个 Edit， 然后有一个这个 Keyboard Shortcut，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形状图层的快捷键哦。我们打一个 Shape。好，我们现在往下滚，这边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New Shape Layer。一般来讲 ，Adobe 内建预设是没有创一个 Shape Layer 的快捷键哦。那我们今天教大家怎么做好。我自己研究一下，我自己还比较习惯用这个 Shift 加 Y，Shift 加 Y， 把这个拖进来。好 ，OK， 好，这时候你按 Shift 加 Y。它就会创一个空白的形状图层。好，这个大家可以先试一下哈。好，那快捷键就先到这边哈。OK 哦，那算是比较新手的东西，我们就先把它讲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延续到上一集的内容，我们来制定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界面哈。这个界面其实还可以再优化一下。那我会依照我自己的风格来做优化，你们不一定要照这样做。但这是我比较常习惯的东西。我们先做减法吧。右边这个 Preview， 有些人会放，有些人不会放。
我倾向把它关掉 ，OK 好。还有什么呢 ？Bubble Tea 这个东西它比较特别，它是新版 A1，可能好像忘记是23之后吗？还是2几之后突然多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跟你讲，这东西有点删不掉，虽然我根本不会用这边的东西来做调整，我是个老版本的用户，这个东西太新了，我就是不太会用。像你看，我现在把它关掉，然后我现在点这个图层，然后可能切其他工具，然后它这时候这东西又跑出来了。对，然后它会一直阴魂不散，但我真的很不常用它，所以说呢，我会选择把它藏起来，藏在这边给它缩好。好，这个 Align 呢会用到，可以留下。Audio 老实说，我也不太常用到，你可以把它关掉，如果觉得画面太乱的话。然后再来这个 Effect Preset， 这个算是灵魂中的灵魂，但是上集有教这个Effect Control， 所以说呢，这个也可以淡掉。这个淡掉有一个优点就是你 A1 启动的时候会稍微快一点哦，因为它不用载这玩意儿。减法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选这个名字这边，然后往左边拖，让吸附住这个边边，啊，它就会到边边哈，一样这个把它放上面好了，然后最上面隐藏住。我自己的习惯是让下面的那个时间轴弄长一点，会我自己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做加法吧，我们马上是装一些插件都放进来吧。首先的话，内件有些什么东西还要再加呢？这个 paragraph 这个勾一下哈。然后把 paragraph， 我习惯把 paragraph 跟 align 放在一起哦，这两个东西我自己感觉就是同一类的啊。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应该都是剩插件的东西，我们从上往下慢慢来吧。FA Console 这个东西要玩，我就不用。对，在这个 Motion Tools 是我们上一集补录的内容哦，没有真的装起来，但是如果你有照着装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在这边，点一下。哦，它为什么一直在最右边呢？好烦哦。好，我们把它拉到这边，好，我们就先把它这样拖进来，好，然后再来看一下，Multi Ease 好用，一样，点这个名字，压着名字，然后把它拖到边边哦 ，OK， 好，这样弄出来，好，我们再来，把它忘记不错用，好像它这种的话，它是比较属于扁平形状的，有没有？它可以这样放，这时候我会放在一些像你看这把。这个 Motion Tools 下面有个很大的空格，我就把它拉在下面。我还有空间可以再放。那我们再等等，我们还有东西可以继续塞。Face Shape 这个神中之神，我们把它拉到最下面，还不错。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塞。这个可以塞一下啊。这个你可以把它跟这个你塞都放在一起。那因为这个东西实在太常用到，等等我们几乎可能任何东西都会用到，所以这个可以把它放明显一点地方。好，然后呢，再来看一下Wiggle 的，我们先不放好了。这个 Notepad 我觉得很不错，可以放一下。好，叫出来之后的话，你看这个东西一直跑出来有点烦，要不我们直接把它盖住好了，然后把 Property 放右边一点，这个 Notepad 都把它显现出来好了。好，这个 Spare Any Dimension， 它这个的话，它是一颗小小按钮，你可以把它放旁边一点，小一点。OK， 好，然后呢，最后一个这个 Text Save 这个东西它蛮有趣，它是可以那个放在边边，它会自动变横的。那我自己的话偏向把它跟这个 Face Shape 放在一起，因为你看我这样点一下，它有点像是自己创建一个文字图层的感觉，它跟这个 Face Shape 的属性有一点点像哈，那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哦。弄完后，我们的界面应该是长这样哈，就是你看它这个可以再稍微调一下，你看这个空间有点多，我们就可以再压缩一下，然后再调一下哈。那调怎么样会比较适合呢？我们这样展开按 Fit， 然后呢，我们就尽量让这个主画面它的框是16:9。尽量东西填满，会比较舒服一点。然后你的其他东西可以再稍微微调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东西还是会一直不断变动啊，就不可能一次就调到位。但这边就是做一个范例哈。调好之后，我们在这边 Windows， 然后呢，往上滚，有一个 Workspace， 我们这边有一个 Save as New Workspace， 点一下。好，我们可以叫什么呢？叫 PV 哦。OK 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 PV 的地方哈。啊，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 Edit Workspace。然后呢，我们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就把它这样拖到下面这个地方。好 ，OK， 你看这边的话就很简洁，就不会跳一堆东西出来哈。好，你看我们的 A1 工作界面就好了哈。那你想为什么这边留那么多空白？你可以把它拉下来，但是到时候你跟我们这样制作 MV， 你会发现这边几百条图层，所以留一个那么大的空间是有原因的哈。那我们的工作环境已经做差不多，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做一个资料夹模板。资料夹模板这东西就是你只要每次开新的专案档，就会帮你先整理好一些资料夹，对你之后就不用这么麻烦哈。我们第一步的话，我们先创一个资料夹，我们可以标个编号1，然后我们叫个段落好了，或者是然后你可以括号组合成OK， 然后呢我们再创一个资料夹后，然后我们可以放一个叫做2，然后叫取会，然后可能加上音档。好，然后呢我们再创个资料夹，我们选3，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好像有点把它串在里面，我们把
把它拖出来一点，然后它就会出来。重新命名3，然后可能是小东西，然后不是说一些小合成。就是很多 A1 是很多合成包在一起的嘛，那它可能我们要做一些小物件什么的，我们可能需要创一些这种小的 comp， 然后之后给大 comp 使用哈。好，我们再继续创吧，可能我们又创在里面，我们重新命名4哈，我们可以叫影片素材 ，OK， 因为不可能只有这些取绘素材，我们可能会放一些光影啊，放一些灰尘什么的，就是有的没的素材，我们这边就可以创一个影片素材。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图片素材哈，就有影片就会有图片。好，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再加一个6其他这个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分类，你把它拖到这边它有螺串在里面，把它拉出来一点。OK， 好，这样的话我们之后整理就很方便。但你可能先会想说，该不会每次做专案都要这样创资料夹，有够麻烦的？先不用这样想我们先做一件事情我们先 Ctrl+S， 我们这边 Ctrl+S 存成专案档嘛，我们叫做 DDV 模板。OK， 好，存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到 Edit， 然后我们熟悉的 Preference Project 这边有一个 New Project， 我们这边 New Project Load Template 就是我们可以读那个模板我们打勾我们选这个 PV 模板，开启。好，这样就 OK， 我们再按储存。好，这个样有什么优点呢？我举个例子好，假设我现在做完一个专案，然后呢，我现在想要重新做一个专案，我就这样点一下 New Project， 点一下。好，这个就不要存了。我们现在创了一个新的专案，那照理来说应该左边是空空的，但是呢，它这边就多了很多资料夹，我们就不用重新创了。对，我们只要每一次按这个 New Project， 然后它就会帮我们创这些资料夹，那你可能就直接把东西拖进来就好，我们就省了一个创资料夹力气，就可以比较自然而然的把东西归纳进去对，这个算是给大家养一个好习惯，因为做到现在5年多了，真的看过一堆莫名其妙的专案档，知道吗？很恐怖的。能够养成这种整理的好习惯，对自己或者是说之后有要帮人家做合作专档的话，都会是个很好的方法关于 A1 的一些界面设定，我们就已经全部弄完了好，我们准备来大干一场。我们先把我们这次教的东西全部拖进来吧。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分镜的影片我们可以直接先把它拖进来。那这个的话，我把它拉到段落这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取绘的部分取绘的话，我们把它这样拖进来，因为我拖的是 PSD 档，它会这边跳一个选项我们把它展开来，然后改成这个 Composition Retain Layer Size 然后呢，这个也要改成这个 Editable Layer Size， 这样的话，我们 PSD 档就会比较好控制这些东西，这些素材。OK。然后呢，这边会看到一个东西Elast 跟 Elast Layer 那这个东西就是取绘，我们把它拖到取绘资料夹然后再来就是这首歌这首歌把它拖进来。好，然后呢，我们上次有从那个影片网址下面有复制歌词，如果你有装这个 Notepad 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打开文件夹然后呢，我们找我们当初存的歌词，你看这边它就读出来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素材都放进去的差不多了。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影片拖到这个 comp， 然后就这样创出来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它这样放进来的话，它的那个 comp 会帮你把这个影片长度都这样抓好，这样就差不多了我这边再来补充一小点我们这边点2下，好，它会跳出一个这个叫 layer 的东西它这个有点像是读你的素材吧。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把它拉到这边这边还有一个小空格，这样拉到旁边。然后缩小一点，这个是要用来干嘛呢？我举个例子之后假设我们这边可能画面这边在做东西的时候，你会看到左边在跳，我们就这样点2下，然后这边就会有这个影片像我现在点这个取绘然后可能里面人吧，body点2下，它就会读这个素材出来那我们如果在做这个 main comp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点2下，它就会跳这个影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一边做，然后一边看一下我当初分镜是这样设计，这样好，那我们来到一个做 MV 前最后一步的动作那就是量化我们的工作。什么叫量化呢？就是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讲？就是会有一点迷茫，因为你会一直这样一直做，但你永远又看不到尽头，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给自己一点心理准备，或者说心理建设，就是知道至少我们要很确定知道说我们已经做了多少，然后我们整个工作下来总共又要做多少。好，这样的话做起来会比较有点方向感跟目标感OK， 好，那怎么操作呢？我们先把这个图层拉到下面就是这个分镜档它在上面，然后这边这个形状图层就是主要是用来做参考用的，我们可以随便改个颜色就是
随便抓一个。好，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播一下。好，你可以发现我差不多到这边的时候会换一个分镜哦。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选这个形状图层，然后 Ctrl Shift 加 D 哈，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快捷键哦。我们这样踩一刀，好，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一秒会做一个分镜，然后到这边，你会发现这边到这边又切一个分镜哈。我们这边可以再踩一刀，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前奏大概就是做2个分镜，这边就快转一下。我们这边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段的 verse 跟第二段 verse 我们会用到相同的分镜，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跳过啊，直接省略过去哦。这边也一样，这边跟这边是一样哦，因为重复的素材我们到时候改一改歌词就好了哈，不用重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先跳过哈。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看一下哈，这样然后就是每到一个不同分镜，我们就切一段哈，然后这边重复的话，我们就直接省略过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来数一下嘛。这样的话，1到13总共是13个分镜哈。所以说这首 MV 我们大概会做总共13个 comp 合成画面。那这样的话，比起跟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可能3分钟快4分钟的 MV， 那现在跟你说，我们现在总共大概要做13个画面。这样的话，其实东西会变得非常具体，你知道吗？就会觉得我大概做13个画面就可以了哦。然后呢，这边还大概给你标一下段落什么的。这个步骤是否是必要呢？我可以说，这其实没有必要。但是呢，你这样做完之后，这样可能这样嘛，我这边终于做完了，然后这边再做。然后呢，你可能做到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边这一排到时候这样复制，然后可能再把这边改一改贴上，然后又跳到这边再做一做，你心理上可以过掉一些不少的坎。对，这个有点像心法的部分哦，这个在外面可能都要收费才能听到的哦，这边就无私分享出来。好，那做到这边的话，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大功告成啊。对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哈，我们因为刚刚有塞一个小东西嘛，所以其实我们再存一次哈 ，Workspace， 然后这边 Save Change to this Workspace， 点一下，像可能之后我们这样东西乱掉啊，这边这样乱点啊，这样乱掉，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Workspace 这边 Reset， 就是回到刚刚原本的那个工作 Space 的地方哈。当然这东西还会一直调整，是这样的，10个 A1 的使用者大概会有20个工作界面，对不对？那我这边是提供一个我自己用起来蛮舒服的一个工作配置，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来做调整哈。那我们的前置工作终于完成了哈。OK， 那我们下一集的话就是来讲一下一些内容制作的部分，应该我们会先讲一下排版的东西啦。大家看，我们就下次再教，拜拜。